黑神话悟空的热度终于过去了，我可以讲讲悟空的师傅唐僧的故事了。大多数的中国人其实都应该给唐僧道个歉，确切的说应该是玄奘。历史上勇猛精进的高僧玄奘，宁向西天一步死，不向东土半步生。在《西游记》中却变得是非不分，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魂飞魄散。历史真的会变成传奇，传奇被杜撰成神话。今天就为大家讲述大唐第一狠人玄奘的故事。玄奘取经回国后，撰写了一部《大唐西域记》，仅记载了西域国家地理环境、文化政治、交通道路等内容，并没有记录本人西行的艰难历程，这为后来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。玄奘去世后，他的弟子慧立、晏从将玄奘的生平编纂成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，书中有一些神话玄奘的描写，算是《西游记》故事的开端。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，位于敦煌莫高窟东部100多公里的榆林窟壁画就已经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。南宋的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是最早成册的取经故事，作者不详，内容与《西游记》出入很大，有猴行者、吴八戒，有沙僧的原型申沙神。元代杨景贤的《西游记》杂剧是一部完整的取经作品。元末明初杂剧《二郎神锁齐天大圣》描写了孙悟空的来历。明初朝鲜的汉语教材《朴通释燕解》提到了《西游记》平话。直到明万历年间，我们今天看到的《西游记》才问世，但最早的版本只署名华阳洞天主人教。鲁迅根据史料推断，《西游记》出于明代文人吴承恩之手，胡适也赞同这一说法，后来就署上了吴承恩的大名，这就是其书《西游记》的由来。玄奘出生在隋朝，原名陈一，生于名门望族，父母早逝，家道中落，随兄长来到洛阳净土寺剃度出家。13岁的玄奘便有了远绍如来净光仪法的志向。玄奘天生聪慧，悟性极高，才学传遍洛阳。成年后游历全国各地，访遍高僧大德，之后来到长安，被称为佛门的千里驹。玄奘在长安发展的挺好的，为啥要去西天取经呢？其实这就是一场名不正言不顺的偷渡。当时大唐立国不久，边关战事不断，禁止所有人出境。那为什么玄奘要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出关呢？就是因为他读遍了佛学经典，内心充满疑惑，甚至觉得有些经典翻译的都有问题。在受到来自印度僧人波颇点拨后，决定去天竺那兰陀寺求取真经，那里是佛学最高学府，可以解开心中的迷惑。玄奘上书朝廷被拒绝，在公元627年，跟随逃荒的难民走出长安城，踏上了西行的路。虽无妖魔作怪，但也危机四伏。玄奘离开长安时，偶遇秦州籍僧人孝达，他们结伴沿着渭河河谷，翻越陇山，抵达秦州。告别孝达后，玄奘独自来到兰州，遇到了一批送官马的。玄奘跟随他们来到河西走廊的门户凉州，在这里，玄奘开坛讲经，期间流露出了西行的意图，被人告发。当时战乱频繁，大唐禁边，凉州都督李大亮令玄奘返回长安，但在当地佛教领袖的帮助下，玄奘逃出了凉州城，昼伏夜出来到了瓜州，这里是大唐的门户。再往北便是玉门关，关外有5座烽火台，都有驻军，他们之间相距100里。5峰之外是流沙河，寸草不生的死亡绝境，过了流沙河便是西域第一国伊吾。瓜州吏李昌抓到了玄奘，拿出了一份玄奘的通缉令。庆幸的是，李昌信佛教，撕毁了通缉令，要求玄奘尽快离开。玄奘买了一匹瘦弱的老马，据说已往返伊吾国15次。恰巧一个胡人出现，这个人叫石盘陀，他请求玄奘收他为徒。石盘陀很可能是孙悟空的原型。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，石盘陀开始动摇，也害怕偷渡的玄奘被抓住后供出自己，计划杀掉玄奘。玄奘觉察后，发誓绝不会出卖他，石盘陀才离开。玄奘孤身一人再次上路，他走过80多里，抵达第一峰，被一个叫做王祥的军官抓获。幸好他也是一位信佛之人，劝其去往敦煌。玄奘一意西行，王祥告知玄奘直接前往第4座烽火台，那里是他的本家。第4峰的守将芒伯龙告诉玄奘，离此地西去100里有一野马泉，并劝他不要前往第5峰，那里的人不靠谱。玄奘在流沙河走出100里后，不出意料的还是迷路了。雪上加霜的是，
玄奘起水喝时，水囊失手掉在了地上，没有了饮水，就没有了生的希望。玄奘打算返回第四峰，走出10多里后，玄奘转念：我先发愿，若不至天竺，终不东归一步，宁可就西而死，岂归东而生。转头继续西行，4天5夜，滴水未进的玄奘晕倒在沙漠中，直到夜晚被凉风吹醒。玄奘睁开眼睛，牵马继续前行。那匹瘦弱的识途老马带玄奘来到一处绿洲，才得以补充饮水。走了2天之后，来到伊吾的一座寺庙的时候，寺里一位汉人老僧衣服还没穿好就跑出来了，抱着玄奘痛哭。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老家的人。休息几天后，玄奘继续西行，来到高昌国。高昌国王屈文泰是王莽时西迁的汉人后代，也是个重佛之人。玄奘在凉州讲经1个月，声名已传到西域各国。屈文泰以恭厚多时，厚礼相待，劝玄奘不要西行，留在高昌传法，必将荣华富贵。玄奘说，他非为荣华而来。高昌王甚至以遣返大唐相威胁。玄奘无奈，绝食以明志。在此期间，高昌王室相继探望，玄奘闭目不语。3天来，玄奘滴水未进。第4天，玄奘的气息渐绝，高昌王深感惭愧，二人在佛祖前结拜为兄弟。真正的玉帝哥哥其实是屈文泰，而不是李世民。屈文泰尽最大的努力支持玄奘西行。玄奘答应从印度求法归来，在高昌讲经3年。他为玄奘剃度了4个可靠的徒弟，制作了30套衣服，特制了手套和面罩，黄金100两，银钱3万枚，以及灵绢500匹，波马30匹，利益25名，写了24封国书。在高昌王的帮助下，接下来的旅程顺利得多。经过盗贼出没的燕齐国、龟兹国和拔陆加国后，再往西北行进300里，穿过一片沙碛，抵达灵山。灵山海拔5、6千米，险峻陡峭，冰雪覆盖，狂风凛冽，雪崩是家常便饭。30多人的队伍，将近一半葬身于灵山。玄奘翻过雪山，来到热海，沿热海西北行500余里，来到了西突厥的都城碎叶城。西突厥与大唐交好，玄奘拜访了统叶护可汗。可汗劝玄奘不要去印度，那里热得很，人们赤身裸体，皮肤黝黑，是化外之地，不值得前往。玄奘婉言拒绝，但可汗还是专门派了一位通晓各国语言的特使护送玄奘。玄奘一行从碎叶城往西，经过一座小孤城，这里300多户人家本是汉人，被突厥人劫掠至此。他们一直生活在这里，虽着胡服，却依然保留着汉族的生活习惯。穿过白水城和奴赤建国，来到赭石国，又向西走了1000多里，来到萨莫建国。这里的人不信佛法，同信拜火教。玄奘在这里遭遇冷遇。《西游记》中唐僧师徒拯救被迫害僧人的故事大概就发生在这里。玄奘在王宫里给国王讲解佛法，仅仅1个夜晚就说服了国王改回了佛陀的信仰。佛寺重新燃起了香火，僧侣们入住宫廷和寺院，萨摩建国成了中亚的佛教中心。玄奘周游中亚诸国，向南穿过铁门关、吐火罗，来到一个叫活国的小国。国王是西突厥可汗的长子达度，他的妻子是高昌王的妹妹。玄奘来到这里时，高昌公主死了，国王被儿子暗杀。《西游记》中唐僧师徒营救国王的故事大概就改编于此。玄奘穿过吐火罗盆地，翻越雪山，路过范衍那国，看到了著名的巴米扬大佛。遗憾的是，这座大佛在2001年被塔利班炸毁。2015年，旅行团队利用3维投影技术再现了巴米扬大佛。穿过大雪山，也就出了西突厥的边境，就进入印度次大陆。当时的印度被分成了70多个国家。玄奘追随着东晋时期高僧法显的脚步，抵达迦毗士国，东行600里，来到犍陀罗故地，瞻仰佛顶骨舍利，去了贾拉拉巴德附近佛留影处。佛寺早已废弃成为一片废墟。离开犍陀罗后，玄奘向东南而行，来到迦湿弥国。玄奘在此停留了2年，沿途参拜寺庙，学习了各种经书。面对高僧的诘问，玄奘一一作答，无人不服。公元631年的春天，离开长安4年的玄奘终于来到了恒河边。那时的恒河水色清苍，清澈甘美。在莫迪卜罗国、婆罗西摩卜罗国、杰比他国又上了几个月的补习班，之后来到阿瑜陀国，朝拜了圣迹，
遭遇了最大的劫难。一伙强盗不仅劫财还劫色，原来是他们信奉的一个叫突家女神，每年秋天都要找一个俊美的男子祭拜。浓眉大眼的玄奘一眼就被选中了。玄奘别无他法，在祭坛上念经。不久，天象大变，黑风四起，波涛翻滚，船只飘散沉没。这吓坏了强盗，以为得罪了天神，就放了玄奘。这段描写肯定是夸大的，我想玄奘一定是讲道理讲赢了，就像这样。人和妖精都是妈生的，不同的人是人他妈，妖是妖他妈。我受不了了！你妈贵姓？公元631年夏天，30多岁的玄奘终于抵达佛教的发祥地，佛陀的故乡迦毗罗卫。当他到达这里时，往日的荣光不在。看到此情此景，玄奘泪流满面，感叹为何等到佛法凋零时，我才赶到这里。玄奘追随前辈法显和尚的脚步，沿着佛祖的足迹，来到了佛祖顿悟之地菩提伽耶，初次传法的灵鹫峰，初转法轮的鹿野苑，佛祖涅槃之地居士那杰罗国，和法显曾经学法的孔雀王朝和吉多王朝国都华氏城。大家出去旅游一定都听说过阿育王塔，比如杭州雷峰塔、南京大报恩寺出土的鎏金阿育王塔，保存着佛祖真身舍利。国内还有山西代县、陕西扶风县法门寺阿育王塔等19座。阿育王是公元前303到232年印度孔雀王朝的皇帝，那时华夏文明正处于战国时期，他是印度最伟大的皇帝之一。他皈依了佛门，广修寺庙，据说修建了84000座佛塔。阿育王石柱是孔雀王朝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雕刻。鹿野苑树立的阿育王石柱于19世纪出土后，成为了印度民族精神的象征。印度的国徽就取自于此。接着说玄奘，经过4年的长途跋涉，终于抵达目的地那兰陀寺。寺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，主持戒贤法师已经100多岁，在玄奘抵达之前得了一场大病，疼痛难忍。梦中有3个圣人骑着大白象与他交谈，说他前世是这里的国王，因为杀业太重才得了这个病。不久后，会有一个来自东土大唐的僧人求法，你要将毕生所学传授给他，病痛自会消失。没过多久，玄奘就来到那兰陀寺。戒贤法师已经100多岁了，早就不讲法了。他为玄奘破例，亲自讲解瑜伽师地论，在天竺引起了轰动，有上千人聚集听课，讲一次就用了15个月。玄奘在那兰陀寺学习生活5年，梵文研究突飞猛进，佛学造诣登峰造极。在那兰陀寺，能够解读20部经论者有1000多人，30部者500多人，50部者包括玄奘在内只有10人。一位外道婆罗门来那兰陀寺挑战，写了40条大义悬在寺门，并夸口说，如果有人能驳倒其中1条，我就斩首相谢。数日无人来应战，玄奘命弟子私下论议，请踢款的婆罗门进来，请戒贤法师和几位大德见证2人的辩论。玄奘辩的婆罗门几乎词穷，但求一死。玄奘并没有要他的命，他将这位婆罗门收为仆人。据说玄奘出入寺庙可以骑大象，1万多人只有10人拥有骑白象的资格，可见玄奘的地位。在之后的几年里，玄奘走遍了整个印度，了解了上百个国家的风土人情。比如后来的《大唐西域记》里提到了新女国，每年都会派男子上岛去跟当地女性交配，如果生下的是男孩就弃养，也许是后来《西游记》女儿国的原型。印度的2大帝国鸠摩罗王和戒日王险些爆发战争，玄奘先见鸠摩罗王，然后去见戒日王去劝和解。为了弘扬佛法，驱灭外道，戒日王邀请玄奘在曲女城举行一场全印度的经文辩论大赛。古印度的辩经可不像现在的学术讨论，如果失败的话，不是改换门派，就是退出江湖，甚至会赌上生命，像是一场决战。公元641年的春天，可能是印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辩经会拉开帷幕。大国国王戒日王和鸠摩罗王还有18位国王到场，僧人3000多，印度教以及其他教派大德2000人。玄奘坐正中讲法，徒弟抄写论点，挂于会场外。倘若有人质疑，并能现场驳倒玄奘，玄奘自愿斩首相谢。就这样过了18天，各个门派无一人挑战，并且很多人当场皈依。玄奘被并称为大成天和解脱天。一个异国僧人在佛教的发祥地被尊为佛学大师，此等成就
空前绝后。当年，戒日王和大唐李世民互派使节，尚属历史上首次。公元643年，玄奘终于带上657部佛经、150颗舍利、7尊佛像启程回国。玄奘谢绝了从水路护送、走南海直接回国的建议，选择了原路返回，因为他10多年前与高昌王有约定，取到真经，在高昌讲法3年，返程依旧充满艰难险阻。渡印度河时，水流湍急，50本经书和一些奇花异果的种子掉进河中。这大概是《西游记》9981难的最后一难——通天河失经的原型故事。在屈法国，玄奘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：高昌王屈文泰早已去世，高昌国如今是大唐领土。玄奘改变了前行的路线，由中道改为南道返回大唐。在踏上大唐土地之前，玄奘给唐太宗李世民写了一封信，向朝廷陈述去印度取经的原因，将取经的功劳归于太宗本人。玄奘得到谅解。公元645年，玄奘到达长安，西行19年，归来已中年。玄奘拒绝了李世民还俗、辅佐朝政的要求，在长安弘福寺设立译经院，开始了庞大的译经工作。玄奘不仅主持译经，还口述编纂了《大唐西域记》，记录了抵达的110个国家，28个没有到达但有传闻的国家。这本书是大唐了解西域的重要指南，也是印度等国家的重要史料。1987年，印度历史学家阿里在写给北大季羡林的信中说，如果没有法显和玄奘的著作，重建印度史是不可能的。公元648年，玄奘完成《瑜伽师地论》的翻译，请太宗作序。同年，太子李治建大慈恩寺，玄奘为住持。公元652年，建成大雁塔，保存从西域带回的佛经佛像。在玄奘最后4年的时光里，翻译了规模最大的一部佛经《大般若经》，一生共翻译了经书75部，1335卷，1300万字之多。公元664年，玄奘圆寂，举国哀悼，唐高宗罢朝数日，一连感叹：“朕失国宝矣。”这是玄奘的一生，是不是挺传奇的？最后给大家放首歌，是许巍写给玄奘法师的。